这一集呢，我们要寻找的呢就是兴化卤面的古早味。从小我们都吃帕米的，等一下，帕米，那叫打面。帕米其实它就是一个手工制作的面条。这个帕米我真没有听过啦，你有听过帕米吗？有啊，我阿嬷也是叫新华人都叫帕米。米。有些人一大碗卤面还吃了3碗饭的。哦，我的天啊，真的是 cut on cut。哎呦，惨了咯！如果做这个面条的人他的助手要一条一条这样子分这种生意不用做了啦。第二系列的古早味侦探呢，我们寻找过福建卤面的古早味。那这一集呢，我们要寻找的呢就是兴化卤面的古早味。那今天跟我一起合作的 chef 呢，他就是兴化人，也就是他在第二系列呢跟我一起还原福建卤面。哇 ，Patrina， 想不到兴化卤面长得那么漂亮的。对，通常紫菜就没有放在卤面的，可是我阿嬷的时候，她也是会放这个紫菜还有花生。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我们兴化特别的野红菇，就野菌来的。然后这个呢？这个是鲜蛏，就有季节才有。哇，太丰盛了吧！有这个 scallop，有虾。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海鲜类的，所以我家里有什么海鲜我就会放啊。哇，怎么样？我突然间听到那个张惠妹唱《听海》了，因为它有非常浓郁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鲜味很重，而且那个汤汁的颜色好像有放了南乳在里头这样的，因为它有一点粉红酱，有没有？这个其实是那个野红菇给的那个粉红的颜色，好香哦。其实我阿嬷她是吃斋的，所以她的汤底没有这样子。可是我自己通常就是用鸡翅膀，还有放一些干贝啦、蚝干这些干的东西拿去煮。so good。像 Patrina 这一次呢，要还原兴化卤面的古早味，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阿嬷已经现在不在了，然后我也没有真正的学到怎么样煮这个卤面，所以去寻找怎么样煮这个卤面，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啊。对你来说，这一集就是你的美食寻根。对。你看随着先辈们南来至今食俗方面，我觉得一定有一定的改变。对，那我就知道这么一位人称方叔叔的这位方先生，他20多年前呢，就从原乡莆田呢来到了新加坡。你好，我觉得你今天穿的这个 T 恤很可爱的，兴化黑花囊啊，因为我对这个兴化还有莆田搞不清楚是什么。是，你可以跟我解说一下吗？兴化它是一种方言，叫兴化话。OK， 所以以前就是讲兴化话的就是兴化人。哦，但是莆田市叫兴化府。那兴化府里面其实有莆田仙游，建立莆田市之后，大家不管你是仙游的、莆田的，大家就是莆田人了。OK， 明白了。这样这个兴化卤面它有什么渊源呢？从小我们都吃帕米的。等一下，帕米那叫打面。帕米其实它就是一个手工制作的面条，和面，然后和完之后还是用刀去切的。但是呢，我小时候看到面就嫌土，油都没有，用清水煮，只是那个白面条、青菜，偶尔海鲜季节的时候有些辣，有些蛏，那个就还好一点点。这个帕米我真没有听过啦，你有听过帕米吗？有啊，我阿嬷也是叫帕米。兴化人都叫帕米。我的记忆里面，小时候就是吃这种帕米。我也相信早期的新加坡那个面也基本上就是那种版本了。那就后来慢慢经济好了，当然就加的东西就可以多一点。然后就是等于它就是一个升级吧，慢慢升级到现在的
农民呢，你现在想了解卤面，我马上煮2碗。OK， 这个就是升级的不能再升级的哈，升级一看过去哦，看那个食材啊，还可以继续再升。我知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些辣辣，有个虾，然后蛏，对，蛏是季节的，这个时候有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面呐。这个面帕米没有蛋，没有碱。哎，我觉得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还很不错嘞。对啊，对，因为当场看，然后就可以当场吃，这样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爆炒很重要，所有的料爆炒之后，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郁。来，这个汤，这个上汤啊，一看了啊，你就知道那个味道了，你知道吗？那我们要煮出一碗传统的兴化帕米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汤底，要好，这些料要炒，然后呢，面下去的时候不要去炖它，给它盖子盖一下，让它焖一焖。所以那个焖煮的过程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卤面呢，在卤那个面呢。是的。现在已经煮透了，它就可以了。这个虾、蛏、辣辣，还有呢？花雕、老酒，老酒很香。然后青菜也可以来一点。青菜一定要用小白菜吗？其实最好的是新化过来的芥蓝。哪找啊？那个是真的是很难的啊，所以我们用小白菜代替。那这个油就是葱油了，这个是最后面起的时候下一点。哎，那基本上就这样子了。很香，哇！吃到没有声音了？太好吃了。它真的是好吃，因为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面本身它吸收了那个汤汁。对，所以刚才没有看你下其他的调味啊，我觉得那个自然的调味，比如说那个红菇本身，它的那个香气就渗透了每一条面里头。对啊。然后那个辣辣真的哦，对，就给你那个海洋的味道。是。还有那个蛏。对。依据汤汁颜色，福建卤面分为黑派和白派2种，当中兴化卤面属于白派卤面，而新加坡常见的卤面属于黑派卤面，与原乡中国福建漳州的煮法相近，也就是先煮面条，面条入碗，再淋上浓稠的勾芡卤汁，接着铺上各种配料。另一种黑派卤面是原乡中国福建泉州卤面，煮法是将面条和高汤一起煮，并加入花生酱调味，配料不限，可加海鲜，可加牛肉，甚至是什锦配料。马来西亚的黑派卤面则有槟城卤面和乌鲁音卤面。我们常说新马美食同中有异 ，same but different。还记得我参与一个节目，就是开着餐车啪啪走，然后我就跟我们的2位兄弟呢，就去到了雪兰莪州，有这个卤面之乡之称的乌鲁音。那边的那个卤面呢，用的就是那个生面啊，放入这个加了黑酱油还有浙醋的这个汤里头，慢慢的去焖煮啊，煮到它的淀粉出来为止。然后呢，我也在这本书读到这一句啊，就是将面条和汤一起煮的呢，是泉州卤面的做法。那在马来西亚呢，也因为汤色深浅不同，就分为了黑白2派。黑派是以这个乌鲁音卤面为代表的，白派呢则是雪隆一带，售卖炒福建面的摊档一定会有的白卤面。只可惜呢，那个出城寄到马来西亚不是我，没有机会品尝到白卤面的味道。谢谢。你去找这个李老板，肯定有好料。为什么又是那把声音啊？真是没礼貌，还挡我的镜头。啊，不给巴豆啊！我现在要去拜访的这位李师傅啊，从小呢，这个厨房呢就是他的游乐场。那多年的奋斗之后呢，他决定呢，在这里开业，就是开了一间呢主打吉隆坡大排档美食的摊档。那吉隆坡的白卤面啊，跟其他的卤面又有什么不同呢Hi Brian,
李师傅是不白卤是？面煮好了，哦，开动了。所以这个就是吉隆坡的白卤面对，它长得非常的熟悉哎。你这边就有这个虾，就有这个鱼饼，有猪肉，配料就是有木耳丝、萝卜丝跟那个白菜，吃起来有不同的一些层次感。有好几种不同的味道在那边，有那个猪油的香气，有一种鲜甜的那个扁鱼的香味，怪不得。我们会先热锅，猪油，然后爆香蒜头，再加上这个扁鱼粉来调味，然后面跟高汤就一起下去焖1-2分钟，之后就会勾芡，勾芡会撒上这个滑蛋，然后加入猪油炸，然后一起呈现出来。哎，这样子的话，跟那个大陆面的煮法也是一样啊。大陆面也是用了那个扁鱼啊。对，大陆面的煮法它也是有扁鱼，不过它的是以黑酱油来调配，所以它的酱香味会比较浓。这个面本身就是那个白糯米的那个面嘛，对不对？它是同一个面类，它比较粗，比较厚。然后如果是新化卤面来说的话呢，它用的是白生面，比较细。然后新加坡的福建式的那个糯米啊，大家熟悉的那个糯米，它用的面呢又是另外一种面，扁面、黄面，而且应该好像是有碱的成分，是不是？有碱，就是各有各的这个就是家乡风味吧，算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吉隆坡人，我也想把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白卤面把它带进来，让本地人也可以品尝得到我们吉隆坡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面食啊。我觉得啊，只要是喜欢马来西亚美食的人，或者是觉得大陆面有一些的重口味的话，他们都可以试试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呢，又是另外一番味道，而且不会那么的重口味，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谢谢。Super Tree 呢，在还没有去下一届老字号之前呢，我就约了一位文史工作者吴庆辉老师。约他干嘛？因为呢，我要让你了解你的先辈们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呢，他们是聚集在哪里，他们是住哪里，吃些什么，做些什么工作，让你寻根究底。好啊。吴先生你好，好久不见了。欢迎。今天吴师不登三宝殿啦，你都知道我的用意啦。对啊。那就赶快跟我们的新化人说一下这个新化人在新加坡的这个历史吧。你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叫做新安会馆。新安会馆其实是古田先由的新化人所创建的一个会馆，它是成立于1920年，所以算下来有100年的历史了。所以又新安又新化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一个古代行政区的一个名字啦。所以在以前的宋朝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新安州啦，明清的时候叫新化府。早期的移民他讲他是属于新化人或者新安人哦。成立会馆的时候他就叫做新安会馆。可是到了民国不用新安了，也不用新化了。现在呢，中国的原乡其实他们叫做莆田市，是省下来一个地级的城市，他就管以前新化的位置的地方。新化人主要是在19世纪的70到80年代之间开始陆续的来到南洋地方讨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城市的分配就是叫做大坡小坡这样，所以像新化人跟海南人来的比较迟，他选择在这个小坡的地方落脚。新化人呢就选择小坡的3马路、4马路Princess Street， 还有那个Roseau 那一带，他们在那个位置待到新加坡战后呢，然后独立以后，甚至才因为城市的发展开始搬到乌潮河的另外一边，就是加兰布沙啦、松爱若啦这一带。那我了解说，我们新化人刚刚来这边都是从事交通行业，是吗？是的，那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来的这些新化移民先辈，其实都是比较没有受教育。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新化人的语言又不通，刚刚好那个时候有引进了来自日本的那种人力车，所以他们就选择做这个工作。福建人也有，广东人也有，但是新化跟福清这2帮人就很快的垄断了这个整个市场。所以我们就到周边走走看看以前新化人活动的地方。3龙路就是后来新化人在70年代搬过来这边。
之前新化人在分税的时候是1920年代，我记得在30年代有个很出名的餐室啊，新化人开的，他就在以前的跳蚤市场那个地方。那个是什么叫做路？ Well Road， 现在这个菜馆的位置是在茂德路，所以 Well Road 搬来茂德。所以这间新化菜馆呢，主要的就是让那些人力车夫啦，后来的商人车夫吃到了一点他们家乡的味道。但是为了配合的本地人的口味啊，它也融入了一些本地的这个一些食材来形成它自己的特色。然后这些人力车夫呢，喜欢吃这些新化的卤面，是有一个俗称，就把它叫做拉车面。那吴老师，我们新化人的传统饮食特色又是什么呢？新化人来到本地生活的时候，因为多数从事体力劳动，会需要补充体力，所以我相信他们在来了本地饮食习惯的改变，会增加一些米饭之类来补充体力。像味道方面，我觉得也会来的比较重口味一点嘛。比如说，他们需要多点盐分。根据一些老人家的口述说，当年呢，新化卤面会比较浓稠了，就是比较像羹这样子。这个羹，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人把它叫做卤面。其实我有稍微查了这个资料啊，就发觉到这个“卤”字本身呢，它有2个意思，一个呢是我们习惯的那种卤水的那个卤，另外一个呢是一种厨艺的方法，也就是说把东西放进里面拿去焖。对，所以新化卤面的那个“卤”呢的意思就应该是它烹饪的那个方法。对，去焖，然后福建卤面的呢，就比较着重于那个卤水的煮法。OK， 但我们确认这里非常的重要，因为因了解才可以继续走下去，要不然就要分手了。说得好，是。老师不是说这里附近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新化菜馆吗？是，应该就是那一家，对不对？对啊，就是那边写哦 ，Since 1933，哦，我的天哪，现在是谁管理的？现在由第3代的3兄弟来接手。哇，你们3兄弟哈就在这里排战啊！所以这间菜馆早年的一些情景啊，有听你们爸爸说过吗？我以前听我爸爸讲啊，这间菜馆呢，俗称为茶楼，因为以前人啊都是中国莆田下来到南洋了，都是集合在这边呢聊聊天呐，有什么信从中国寄过来，还是要寄回去中国莆田呢？他就是会在这边 OK， 好像一个联络所还什么中乡会馆，然后谁会写字的就帮忙写字这样子。哎呦，很像我们的电视剧嘞。人过后呢，就是我父亲接手的时候呢，就是3人车夫了。之前呢，你爷爷的时候就是人力车啊，就是那种手拉的那个车。从中国来的新化人，没有吃什么大餐啊，是我们的菜馆卖的分量会比较多一点，给我们的新化人同乡人吃得饱一点啊，有些人都1大碗卤面还吃了3碗饭呢，因为人力嘛，他们需要多一点卡波嘛。哦，我的天哪，真的是 cut on cut， 因为他们需要那个那个力气啦，我们也有需要那个力气哈，讲话很累哈，站也很累哈。慢慢聊，我先去厨房煮1碗卤面给你们吃。1碗卤面而已啊？1大碗的啊，很好了，很好，我们找位置坐，找位置坐，来。哇 ，Kelvin， 这是新化卤面。OK， 这个是什么？这是新化面线。然后这个是米粉吗？米粉。所以我们要吃什么先？对啊，卤面。卤面先 ，OK， 卤面先。哦，这样子，我看那个汤汁啊，有一定的那个浓稠度，不过它不会太黏糊糊。是。那面条是干面还是就是生？面条是我们所讲的是打面哦，所以你用的是有面粉跟水，还有海盐。以前是用海盐，以前要用海盐啊。现在啊，我们是有工厂代劳，我们直接滚水下去烫，烫了就用油给它散开，不要粘在一起，它的口感就会比较好。因为你要在煮了一次之后呢，在煮的时候就比较快啊，所以直接下料，拿高汤跟面一起去煮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是先把面给烫熟了，而不是慢慢的给它焖煮啊，是不是意味着你们的汤也不会变得很浓稠呢？汤是不会变得很浓稠，所以我们就要打芡哦。所以打芡呢，变成你吃的时候，你的面的口感就比较滑。OK， 我们还有放蛋，打芡再加那个蛋。对，后面放蛋呢，就是不要给它沉下去，连住那个锅会焦。所以confirm是有蛋花的哦。有，爷爷的那个年代就有蛋花的。有。所以以前的高汤哈是用什么来做底的？爷爷的那个年代，只是清水，你下大骨、老母鸡。我听过我父亲讲。在爷爷那个时代哈，他们还有用那个撑干，所以煮的高汤呢就特别的甜。我看到里面就是有瘦肉、有虾仁，还有这个手冬，还有拉，还有卤肉。那以前都有卤肉吗？而且做的方式也一样吗？以前到现在都有放卤肉，我们卤肉的材料有八角啦、桂皮啦。酱青啦，黑酱油啦，我也有黑酱油。那你现在这个卤面是有哪一些材料以前有的，可是现在就没有了呢？以前我们还有放猪肚，在我爷跟我父亲时代还有蛏呢。所以感觉上啊，早期来讲的话，它也是蛮丰盛的一碗面的。然后他们还有配饭啊，有时候你们刚才就说还有一个人就吃了3碗饭。就是拿那个卤面的汁淋在那个饭里面，是。所以以前的饭就是一碗一碗的饭啊。那个是碱水炒，拿来做成的那个炒包，是用米粒拿去蒸熏，再塞进去里面拿去蒸熟。OK， 重点是还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炒包饭。对，来搭配哦。是。好了，我尽量。新化卤面呢，也被称为这个拉车面。不过，经过我们一番调查之后呢，就发觉到其实市面上呢还有另一款的拉车面。那这一款的拉车面呢，是早年那些人力车夫呢，还有3轮车夫可以快快的填饱肚子的一种快餐啊。那我们在玉朗这边呢，就找到一档呢，还是在卖那一款的拉车面，而且他们是一对母女。Auntie Mary、Charlotte，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拉车面呢，算是一种比较古早一点的那种食物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煮拉车面呢？我是潮州人嘛，潮州人没有这道食物的嘞，因为我嫁给福建人。连我家婆就常煮，连我就看得很奇怪，这个面糊糊怎么好吃？连我就吃了，哇，蛮不错的啊！连我就学煮学吃，哇，真的就爱上了。我看到你们这边是写那个素食哈，据我了解啦，那个传统的拉车面它不是素食来的，对不对？对，之前我们是卖荤的，之前我有去素的档口工作啊，连我觉得素也是蛮不错的。而且也比较适合老人家吃，比较清淡一些。而且现在年轻人也是很多素食者。是。谢谢。OK， 这个就是你们的素食的这个拉车面了哈。一闻呢，我就闻到那个碱的那个味道啊。所以你们的面是淡面，不过里头是有碱的。碱的。这个味道啊，就跟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新化卤面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哈。你的面呢是有碱水的，对，这个碱水扁面呢，煮了就是软软滑滑，口感很好，老人家很喜欢。OK， 你的这个素食版本的这个汤头哈，你是怎么做的？我是用高丽菜还有海带。因为高丽菜有甜味，海带有鲜味，所以你的这个鲜味就跟我熟悉的那个新化卤面呢就一样了，因为他们蛮注重于有那个海鲜的那个鲜味嘛。那你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卖这样一个传统的面呢？很多老人家都很喜欢吃这个面，很多人都在找啊，我就卖咯。这个叫做看掐米。很好，拉车面拉车面，在新加坡要找到这个拉车面来吃比较难的是，比较难所以你是一向来都喜欢吃这个拉车面的吗？不是说一向来了，就是说这个口味我喜欢，而且他是我同学。
哦，很多卖这个拉车面的档口哦，一个一个都关了。幸好啦，你的这个同学还在开啦啊。除了让那些年长者呢有这个机会呢，品尝到啊他们儿时的一些美食回忆之外呢，也让你们这些比较新鲜一点的人哈，也可以回味一下这个古早味。好，来继续吃吧。好，谢谢。走在这个新加坡河畔呢，使我想起上次呢就在这里还原那个潮州粥，而这一次呢为我们颠覆这个新化卤面的厨师呢，他擅长欧洲、亚洲还有融合料理，他也是新化人，所以这一次啊，一个新化人颠覆传统的新化卤面，它的味道会是怎么样的呢？我非常好奇。行政总厨 Jeffrey， 你好，这个呢就是你为我准备的颠覆版本的新化卤面啊。对。哦，好香哦！视觉上啊，看起来呢不像我熟悉的新化卤面，不过当我闻到的时候呢，那个味道呢是熟悉的一个味道。对，我保留了新化卤面该有的食材，就像虾啊、猪肉，可是我用烧肉。啊 ，OK， 所以其实我已经感觉到这个生面本身啊，是有一点硬度的。你是有油炸过吗？对，我其实是用油炸带出那个面的味道，让它多一层的口感。卤面它的面本身是咸的，所以我炸了，我把它的咸度大概减少一点。那我们在吃这个新化卤面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一切都是软软的、滑滑的。不过现在呢，有一定的那个咬劲，还有那个韧性在那边，所以口感上不一样。对，不过味道呢又似曾相识。我还保持了那个卤面的那个汤汁，我用的是鸡汤，然后用 coffee strainer 把它过滤一次，所以它就比较清澈，不会那么污浊。对。然后啊，我也发觉到啊，你里头呢是有这个紫菜，还有这个花生，这两样东西哈，据我所了解，它不是会出现在这个卤面里头，不过会出现在面线里头。我应该说，新化的食物里面呢，配料我们很喜欢用紫菜还有花生来配。我想保留这两个传统的食材，所以就可以带出你们新化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做法也颠覆了那个卤面的那个卤。对，因为你没有用那个传统的卤的方式去煮。对，我想保留古早的味道，用现代的做法来呈现给大家。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种想法。谢谢你，真的。推推你干嘛？你知道我们要去学做打面，对不对？你干嘛抱着一堆草啊？你不知道吗？以前他们吃这个卤面是有这个草包饭的，我要做这个草包。你会编织东西吗？你最多只会编织谎言而已啦。因为那个你不用担心了，那个我自然呢有办法啊。走啦，我约的制面达人呢正在等着我们呢。欢迎，谢谢 ，Hello， 嗨，我一家人 ，Hello，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感觉上好像是个过年了，怎么那么多人呢？不是，我们家人就是喜欢有时间就可以聚一聚，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吃我们家里的卤面，或者我们在家里是叫帕米打面呐，打面，新化打面，对，我们家里呢现在只是我4姑5姑会煮这个新化的打面，今天呢他们就是会准备把他们学到的东西全部传授给你们。好，所以这些就是基本的食材了哈。先讲一下，在做面的过程当中哈，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没有，不用了。哦，感觉是很简单呐。简单了，简单了。OK 了，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好，打鸡蛋啊，鸡蛋5粒。其实我们家的版本一向来是有放鸡蛋的，煮出来吃的时候它比较有弹性的。不过如果说早期啦，就是那些车夫啊苦力在吃哈，可能是没有了。没有了哈。盐水啊。盐水哦，是多少盐配多少水啊？
这种就大概家里的东西哈都是阿嘎的，我跟你讲，嘿 OK， 然后就把那个面粉放下去。OK， 所以你就一直搓啦，搓到就搓成一团这样，然后就给它醒面咯，醒面大概半个小时。这个是已经醒了啦。啊，醒了 OK， 这样子就可以开始擀面了。 OK， 啊，所以放点薯粉在这边这样 ，as long as 它不粘住这个就好。OK。所以为什么你讲等一下煮的时候那个汤有些很 sticky， 就是从这个哦。那你们以前也是用擀面棍吗？我们家里是有一支这个擀面棍，但是有时候我们帮忙嘛就不够咯，不够拿。所以我们酱油瓶，玻璃瓶，以前拿酱油瓶，酱油瓶来咯。OK， 现在我们做好薄度好了是吗？你没有擦粉切的时候，它就全部粘在一起。OK， 这样就好了，就可以开始切面了。哇，这个是0.1 mm 吧？如果你跟我讲你要吃米包就粗了，但是我们是吃这样咯。哦，standard 是这样咯。哦，有尝到哈。哇，这个形状很好嘞，它的厚度不一嘞。手工的吗？当你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知道是手工的，是手工的，这个才是手工的。OK， 现在我们的面已经完成了啊，是，所以请2位就做，我们准备煮给你们吃。好，来，我们去做了。好 ，OK。好，我大概介绍一下哦。好的。我爸爸、大哥你好，我表妹还有我堂姐 OK， 所以大家就开始吃了哈，试试看，看好吃吗？看喜欢吗？哈。所以一定有这个紫菜来做配菜的啦。这个是莆田紫菜，我们就拿来炒。然后料这些就看自己家里有什么就加什么。然后我本身跟我爸爸在差不多20年前回到莆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哎，其实莆田是个 next to the sea 海边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很多海鲜。那边吃的卤面也是比较多海鲜的料在里面，所以有可能古早味的卤面哈。它比较海鲜 base，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岛嘛，对不对？然后有那个 local 的 fish product。不过我想知道这个汤的这个浓稠度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啊，它就是很像汤，所以古早味的是清汤式的还是羹式的？这个你要问我的姑姑们。应该是羹式的，他们会勾芡，或者是他们在打面的时候，他们放那个粉放的比较多，所以你就无形中你的汤就会浓稠了。我们一直来都是吃的是比较清汤的，一路来就是我们就没有太特地去勾芡还是什么。你有听说过更早期的是勾芡的啦，就是黏糊糊的啦。其实我们新化人另外一个习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初一一定是新化面线煮来吃，然后差不多初3、初4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家里就开始做帕米了。对，其实啊，听你这么一说啦，原来我可以从你的4姑跟5姑的身上看到的，你知道，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手艺的那个相传哦，它也就是维系着整个家人的那种感情，还有那个凝聚力哈。就好像今天呢，大家就因为这个新化卤面而聚在一起嘛，像你那边所写的，平日也可以团圆，所以再次的非常谢谢你们热情的款待，谢谢你们的教导，谢谢大家，我们掌声鼓励。Patrina， 我们要还原哪一个年代的新化卤面？就是新加坡在50、60年代的新化卤面。OK， 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应该是比较多人有接触过，对，比较大众化，比较大众化了。OK，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要煮汤。OK， 很好，所以就是用这个猪大骨来。好。然后这个是老母鸡，老母鸡。那何家兄弟的爷爷爸爸都有加这个撑干 ，OK， 就下一点盐，好了 ，OK。第二个我知道很重要的，哎呀，因为呢里头呢就有那个蛏嘛，对不对？对。这些蛏呢都是新鲜的蛏，就是你看还有泥土的，所以就放进去。哇，你看，赶紧刷吧。我从来没有刷过这个蛏哎，因为通常我们的蛏都已经蛮干净了，对吗？给它涂沙就好了。对呀，好，现在我去跟它清掉这个水，然后我们再次的加盐，对，好不好 ？OK。所以这个是算是好了，对，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旁，好。接着下来有另外一个该做的东西就是卤肉。卤肉。OK。
那我们这里有生抽、老抽，所以就是酱青跟酱油。对，还有花雕酒。对，那我们要放这个桂皮，是，还有八角就好了。是这样而已啊。开火。好，这个在滚的当儿，我们要做的又是什么呢？下一个，我们要开始做面了。所以这个是4姑5姑教我们的。对啊，只是我们没有放蛋，是因为每一家每一户的版本都不一样。是，然后比较商业化的，大致上都是白的，是没有那个鸡蛋的。所以这个是盐水吗？水和盐。所以我们就把盐给放下去，就变成是盐水了咯。对。经过那一堂课之后，你有没有在家里 try 一下？有啊。然后成功吗？当然成功了。哦 ，OK 咯。这个搓完了还要给它休息。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包啊？早期是没有那种保鲜纸的吗？这个呢，只要用古人的智慧。干净吗？我还没抹汗的，你要不要它咸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把它放下去，包，没有要包的好看一点，所以它才一觉醒来会醒得很漂亮，这样有没有？可是依照惯例，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已经醒来的那个面团了。那你的现在有这种保鲜膜可以用所以以前呢，他们就是用一点点湿的那个布，对，然后把它给包起来。你还需要那个粉薯粉，对。那个5姑他就是说，以前他们也用玻璃瓶嘛，你用这个啦，因为这个有 pattern。好。不然的话，你印出那个商标就好笑。我没有用过这个，尽量了哈。哇，你酸。我感觉到你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呢，你又压了它，又缩回来。等一下，有技巧的你。你以为你这做披萨还是 roti prata？ 可以，要好了，等一下。酱要好了，酱后。搓面我跟你讲，要慢慢，要有耐心 ，you know。哦。OK 了啦，可以来。等他们还讲要折，这样可以吗？我怎么知道？好的。呀啦，可以了。要撒一点粉。哇哦！这个你没有弄开，你看。哎呦，惨了咯！如果做这个面条的人他的助手要一条一条这样子分这种生意不用做了啦。应该好了吧？够了啦。OK。下一个东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3层肉已经煮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考我们的刀工了。切，你的 department 就在这边，我就做生食。其实生食没有几个要做的啦，只是切一点肉。肉要切细条的，对不对？那我现在这个猪肚，古早他们是有放猪肚。OK， 你买的虾有点大，对不对？对。虾我就跟它 butterfly 了哈。等一下，我们只是2个人吃而已切2人份就好了。我也是这样觉得，手动给它圆圆细细呀。对。OK， 我们就要开始切菜了。OK， 接着呢就是韭菜，还有很重要的菜心。OK， 所以大致上该切的东西都切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1、2、3、4、5、6、7、8、9、10、11，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少了一样东西？什么？哦，饭。我没有做到，也没有找到那个草包，怎么办？放心，现在我们以一个非常 old school 的方法，请看片段。哇！我跟彼得借的。彼得呢，他回原乡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就买了几个，然后我就跟他借，你看好可爱哦。对啊。所以呢，这些配料我们已经搞定了，现在呢，我们来搞定那个淀粉。好吧。所以就是很简单的，把那个米呢放在里头，然后水滚条，我们就把它给放进去。OK。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烫面了
OK， 这个三兄弟呢跟爸爸学到的做法呢，就是要先把生面烫烫一下的，对，然后要放在那个竹塞那边把它给晾干。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对也比较好嘞。对，要不然的话，等一下你一戳放下去的时候，有可能它就粘在一块。对，至少这个哈，把它散开。对，觉得还好了，因为不要太熟。直接放在那个竹塞那上面，然后就给它风干。所以这个哈，大致上就这样了啦。对，我就放在一边了啦。万众瞩目、期待的这一刻终于来了。对，我要热锅了。我们要先下这个白菜，因为它要跟那个汤头一起煮，给它更加的鲜甜。好，下一点瘦肉、韭菜。OK， 现在我们加入上汤，再把其他的配料的pork、猪肚还有卤肉。现在下什么？可以下下 everything。然后那个辣辣。辣辣，称呢？刚才刷的这么辛苦，全部下吧。全部下啦。好。来，我们最后才下这个手冬和虾，不要给它过熟。我总感觉到啊，我看这个料哦，好像很多，比较好是给5人份的料嘞。唉，我觉得我们可以下面给它慢慢吸那个汁。是。OK， 不要去搞它了。好。那个方先生不是说了，就让它在里面哈自生自灭了。OK， 那我们现在就打一下这个蛋吗 ？OK， 打它了。开一下，好了。所以是勾芡的，然后才蛋花哈。对。今天我们用的是什么粉啊？我们用的是番薯粉，因为那个三兄弟爸爸也是用番薯粉啊。所以今天我们还原，我们就用这个番薯粉了哈。OK， 慢慢来。因为是古早味，所以要很浓的。OK。够厚了吗？够了。OK。好，下蛋。何家兄弟也说哦，要就是最后才下这个蛋，不要给它沉在下面，因为它会粘底，然后会糟焦嘛，对吧？哎，你好像没有什么汤汁嘞。你不是要黏糊糊的吗？太黏了，等下那个饭怎么吃 ？OK， 好了。这个剩下的也放进去啦，不要浪费。大功告成。好，现在我们想象啊，我们就在某个五角鸡的前面，旁边有 bus stop 的，我们的3轮车就停在这边。我们买了这个新化卤面，就坐在自己的3轮车那边吃。好。哇，这很可爱，对不对？哇，你们闻到一股味道，就很像那个粽子的那个味道。对。原来咸水草是有一定的作用的。OK， 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啦。哇，这个就是你最爱的，超黏超糊的，吃了就能吃得饱嘛。OK， 还蛮有味道的哦。对啊，是蛮咸的哦。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面我们下了那个盐水，对，再加上我们的那个汤你也放了一些盐，对，还有它多了一个层次的味道。就是有那个猪肚的味道。对，这边猪肚。再加上我们有新鲜的那个蛏，其实是蛮好吃的哦。对啊。所以这一次啊，让你还原了这个古早味的新化卤面，你觉得给你怎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给我想象以前就是祖先们劳动了一天，就可以停下来吃一碗这个面，又吃得饱，又给他们想家。又可以给他们继续的在奋斗。是，你说的很好，所以我替你加饭。好，我觉得当年他们应该是，比如说吃了所有的东西之后，还剩下一些汤汁，对不对？对，然后就把那个饭给加上去，然后这样搅拌了。对。早年啦，一碗新化卤面啦，就是温饱了为生活而奔波的这些新化人。那一碗新化卤面啊，它可丰盛，它可简单。对，丰盛到来呢，又不会很张扬。对，简单到来呢，它又可以暖心暖胃，就好像是在新加坡哈，新化人的人数就比较少一些，不过呢，他们还是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守护着自身的传统，然后呢，保留了这个新化美食的古早味。来，我们恭祝我们2个任务成功。成功。